这是真的呀？所以这事我想来想去，只能找你帮忙。你去跟天佑说一说，还是把那块地让给日本人吧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说这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那天佑已经买了那块地了，再说青岛那么大个地方，你这不能再买别的地呀？是我也是这么跟吉村说的，可是日本人他就是犟，他是要把那整块地都给买下来。现在最好的那块让天佑给买走了，你说日本人能干吗？满仓，你还是跟天佑说让吧。你说现在全青岛有几个人敢跟日本人对着干啊？他不是大哥，天佑现在什么情况你知道？他那些货全压在码头上，往欧洲的货根本运不出去。他这次买这块地，那我可知道那是把老本都压上了，那可出不起事儿啊。我有个事儿我都一直没跟你说呢。我给你那些钱里边有一大部分，都是天佑让我给你的。他知道你困难，也知道你好面子，他不让我跟你说。你说你难的时候，天佑都这么替你想着，现在他碰这事儿了，那咱们可是亲兄弟呀，咱不帮他谁帮他？你就不能在日本面前替他说句话啊？行，满仓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去跟日本人谈。你上哪儿去啊？这个没长耳朵的东西。这是你先生啊？就他？我求您了，吉村先生，您干嘛非得要那块地呢？咱这儿地那么多，您想买哪块我帮您买哪块，而且我能把价格压得更低。你是说，你没有办法帮我把那块地弄到手，对吗？不是，吉村夏先生，我们的合同终止吧。别呀，吉村先生，我办得到，没咱办不到的事儿。什么人？这么点事儿求你，你还跟我这甩脸子，还威胁我？妈的，不就一块地吗？啊，至于吗？至于？这是住宅第一个户型的设计是吧？这是第二个，这个还不错，这里再多一些花就好。天佑，哎，满仓，你怎么来了？一会儿再聊。满仓，你过来看，这边一大片，包括那边一大片，全是我的地，起码能盖几十套住宅。我在那块给自己留了一块地，你不一直劝我要给大妈盖个房子吗？这次一起盖起来，让她高兴高兴。可是你跟日本人住一块儿啊？什么日本人、中国人，不都是人吗？只要来了就能做邻居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这块地旁边给你留了一块地。我不要了。干嘛不要？我知道你盖不起，我来盖，送给你。不是，你有这么多钱吗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找银行贷了60万。60万，你还得上啊？怎么还不上？只要海运一开，我的货运出去，那就是钱呢。再者，这么大片房子盖起来，还怕没钱吗？哎，满仓，那个夏德发又来找你来了。又来了？啊，他怎么回事啊？一天到晚往这儿跑，一天还跑好几趟。人呢？他屋呢？哎，他找你到底干嘛？王满仓，
哎，怎么样啊？这可算是回来了，我这走。哎，我刚才又去找季村了，我跟他苦口婆心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我就差跪下来求他了，他还是不同意。我可以不管这事儿，但是我要不管的话呢，那日本人就得亲自去对付天佑，那事儿就麻烦了。我满丹，你可别多想。真的，我就是怕你们多想。我要不是为了天佑的话，我没有必要去趟这浑水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我不愁吃不愁穿，我不像头2年缺钱。我要不是为天佑，我干嘛管这闲事儿呢？大哥，我也是刚知道，天佑从银行里边贷了60万呢。怎么那么多啊？那这样，我去试试劝天佑把那块地让出来。可是天佑脾气倔，我也不知道成不成。但是你得保证，那日本人得把天佑花这些钱都给他补上。这事我得争取。你别争取，你得一定。那这样，我去见天佑，你去盯着日本人。行吧，这事交给我，你放心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这事儿没问题。那我们就拜托你了，拜托了。再见。天佑，这日本人来干嘛？你说好笑不好笑？我那房子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日本人都争先恐后来交定金。你收了？我干嘛不收？拿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盖房，这不正好合适吗？这次我肯定大赚一笔。可是你这房子还没影呢，你到时候要交不了人家，你得赔双倍的，你这多危险呐！有什么可危险的？这个呀，这是我们自己染的布，你看看，我给你拿了2块，你跟程志一人拿1块做件衣裳。行，我收下了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的作业。我看看啊，工整不少。哦，对了，顾兰大姐，我这碰上烦心事儿了，我想让你帮我断断。那个天佑你认识啊？他呢买了块地，他想在上面盖房子，可是后来这日本人看上这块地了，非逼着他让出来。别人跟我说让我劝劝天佑，可是你说，这个让天佑怎么办呀？怎么了，顾兰大姐？你不舒服啊？今天是我和志远结婚的日子，我想起志远，突然觉得很绝望。为什么呀？当初志远他们命都不要了，推翻帝制，建立共和。我还以为从此以后，中国就走向民主自强之路了。可是现在呢，军阀割据，一片混战，老百姓民不聊生。那么大个中国，任人欺负。德国人走了，日本人又来了，这中国的路到底在哪儿呢？顾兰大姐，您说的是这么回事儿。可是这样，甭管谁来谁走了，咱们平头老百姓，不还得踏踏实实过日子吗？中国不富强不独立，老百姓怎么踏踏实实过日子？
你呀，回去说服天佑，让他让步吧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因为在青岛，中国人说了不算，日本人说了算，以卵击石，不值得。可是，难道咱就得永远让外国人欺负着？不会永远吧？许多中国人正在探求这条富强之路，总会找到一条的。可是这条路到底在哪儿啊？你是说日本人想买天佑那块地？你坐下吧。啊，不用不用。哎，坐下说。是啊，那德发大哥过来找了我好几次，跟我说让我劝劝天佑把那块地让给日本人。我这跟天佑也张不开嘴呀。可是这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说别再惹什么麻烦，所以过来跟您说说，要不然您劝劝天佑，让他让让。满仓，我怎么就不太明白呢？到底是日本人想买那块地呀，还是德发想帮着日本人买那块地呀？沈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德发大哥呢？哎呀，满仓啊，虽然你和天佑拿德发当大哥，可是我一直对他都不放心。这德发年长你们几岁，他吃的那些年的饭那可不是白吃的，对吧？哦，日本人想买天佑这块地，那干嘛是他出面呢？对不对？他出面了，他买天佑的地，他应该找天佑，他为什么找你呢？沈子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德发大哥也不想干，他是为了天佑，他这才挡在中间的。无利不起早啊！德发在中间肯定有好处。沈子，我们三个那是从小一块长大的。那行，那咱退一步说，就不管德发跟这事有没有关系啊，咱就说日本人想要这块地，他是真的吧？日本人也真是的，他要买这块地，他早买啊，等天佑买了他再来买，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，不讲道理啊。是啊，那有道理讲，那当然好，这不怕的就是人不讲道理吗？我是担心啊，现在这什么事儿沾上日本人他就麻烦。你看您岁数也不小了，而且那弘志这么一点儿，你说天佑再硬来，你说我怕万一再出点什么。满仓呀，要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天佑真的会出事儿啊？不，你也别多想啊。嗨，您看我这又给您说担心了。也没事，我这样，我去跟德发大哥再说说，就算是天佑让这块地，怎么地也得让日本人补上前面天佑出的那些钱，啊？对，你没事，还有我呢，就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替他挡着。是满仓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你得帮帮天佑啊。您放心，那我先走了。满仓，谢谢你啊。沈子，您这话说的，我跟天佑那不是亲兄弟。我先走了，沈子。都是命。慧儿，你又怎么了？来。吉村想要的地，让天佑给买走了。这有什么可叹气的？地多的是，你们再买别的呗。来，摸摸。你懂什么呀？吉村想要的东西，要是不到手，能算完吗？
他想把那一片地都给买下来。哎呦，那你就让天佑再另外找块地呗。可是天佑已经都买下了这片地，而且房子都已经扒了，都准备盖新的了。哎呦，那你就劝天佑让一让，哪儿的地不能买呀？非买日本人看上的。来，慧儿。你说的轻巧，天佑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？他已经买到手的东西了，凭什么轻易让出来呀？再说他都投那么多钱了，季村能给补回来吗？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。反正这事儿啊，不是日本人让步，就是你兄弟让步。你要不能说服日本人让步呢，那就只有你兄弟让步啦，是不是啊？现在问题就在这儿，一边是日本人，我不能得罪；另外一边是我兄弟，别人我可以不管，但是天佑那是我亲兄弟啊，我不能朝自己亲兄弟下手吧？那吉村那儿怎么办呀？同志，咱们回家喽！哎呀，回来啦！对呀，是。哎，奶奶问你外面好不好玩啊？哎呦，奶奶的大孙子！刚刚带他去了趟工地啊。我跟天佑说啊，让他把那个图纸改一下，就照着弗里希家的房子那样盖就行了。大妈啊，你进屋，娘跟你话说啊。来，红志，去跟你娘进屋，奶奶把这水倒了啊。去吧。同志，饿了吧？啊，一会儿娘给你做好吃的啊。来，慢点。哎呀，红志，来到奶奶这屋来，奶奶跟你娘有话要说啊。来。娘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这日本人呐，看上咱家那块地了，想让天佑卖给他们。什么？大妹儿啊，娘是这么想的啊，咱穷人家过日子，图的就是个安生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干脆一会儿天佑回来，你帮娘劝劝他，咱们卖给他们得了。不行，我不答应。娘，那地是咱们花钱买的，凭什么要让给他们呀？大妹儿啊，现在整个青岛都被日本人占着，咱能扛得过他们吗？咱们就是不卖，他们总不能硬抢吧？大妹儿，娘知道你是想在那儿盖幢楼啊，你不是，就算这楼盖起来了，将来你身边住的都是日本人，你愿意跟日本人做邻居啊？日本人怎么了？日本人就不是人了？再说了，咱们关上门朝天过，管他邻居是谁呢？哟，你们娘俩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大妹儿，饭做了吗？我还得赶紧吃，吃完得去工地。天佑，正好你回来了，来，你坐，娘有话跟你说。今天我把话搁这儿，反正我不答应，死都不答应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天佑啊，日本人看上了咱家那块地，娘的意思是咱房子不盖了，就转卖给他们吧。啊？你还没听懂啊？娘是让你把那块地让给日本人。是吗，娘？我凭什么让给日本人？就凭他们现在说了算，咱自己说了不算。天佑啊，这世道太乱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咱就给他们，咱另选个地儿不就完了吗？我不给，日本人把青岛占了也不能不讲道理吧？地是我买的，我不卖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这孩子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有老婆有孩子，你怎么跟日本人扛啊？啊！我听说当初那德国人是要把青岛还给中国的，中国不敢要，为啥？是日本不让要，啊！你比国家都厉害啊！
日本人再厉害，他总得讲理吧？那地是咱买的，凭什么要让给他们呀？我看是伺候人伺候惯了吧。德国人走了，又想伺候日本人了。大妹儿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跟娘说话的？就有本事欺负我！娘，大妹儿她不懂事儿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别生气啊。她是想盖房子想疯了，回头我骂她，她再敢这样对您，我把她休了。天佑啊，娘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娘受得起。娘，就是这个事儿，你真得好好想想。刚才你们俩口口声声说日本人得讲道理，讲道理。他日本人要是真的讲道理，他能这么占着青岛吗？孩子，能扛啊就扛啊，扛不了呢，咱还是把它卖了，咱得图个太平啊。让我想想。我得收着点啊！起步！来，慢点。起步！王小江，我姐夫来了。哎，天佑，来，帮我瞧瞧路啊！有事找我啊！来，行，往下。来，好，行。天佑啊，该放就放了吧。满嫂，你一天忙到晚，能挣多少钱？够吃够花了吧？为什么我们一起长大，你这么容易满足，而我的要求总是这么多呢？可能是我之前要过饭吧。那时候我一个人啊，在这青岛流浪，就从这家找到那家，问谁也不知道你跟婶子在哪。哎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饿坏了，我就在一个洋人开的那面包房门口啊，看着那刚烤出来的面包，哎呀，你不知道那个香啊！我当时那个心情啊，哎呀！我当时想，要是能吃上一个面包，那得是最美的事儿。但是你看看现在，啊，那时候你敢想？哼，我做不到像你这样。我知道，你心大，可是心大你更得想得开。你说，人这为什么不高兴啊？你想来想去，不就是因为你要的太多了吗？你想法多了，人自己就难受，你得不到也难受。所以我说那块地啊，就卖了吧，卖了自己心里边也简单点，让自己简单点，不也舒坦？你说呢？好，我听你的，来。大哥，天佑啊！来，快，进屋坐，来，喝茶。大哥，你先别说，是不是为了那块地的事儿来的？天佑啊，咱俩是兄弟，是生死兄弟。大哥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真的。如果你要是觉得大哥在这里头有1分钱好处的话，我现在立马就退出来。大哥，
满仓也都跟我说了，你都是为我好。我同意了。你同意买了？嗯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赚钱了，只要日本人答应把我花的钱都补给我，那就行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多少钱？买地加上拆房子，一共是50万，还有买材料、人工钱，一共73万。只要日本人答应都给我，就2清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肯定没问题。这个人疯了，他拿我当什么？傻瓜吗？不是，吉村先生，您别生气。他真的没多要。您要不信的话，您可以去看一看。啊，他连房子都替您拆，而且地基都打好了。再说他还进了材料，就算换您做的话，也得花这个数。25万，不能再多了。不是，吉村先生，您别开玩笑了好吗？您这个数连他买地的钱都不够啊！谁让他买的？如果我要买，20万都用不了。我现在已经亏了。你去告诉他，要卖就25万，要不卖，那就让他继续盖他的房子吧。什么？25万，我这死说活说了，他只肯出这个价格。明抢啊！这不是逼我破产吗？大哥，你回了他吧，他爱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不卖了。别，天佑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这怎么商量啊？光银行贷款就60万，加上收的定金，我拿什么还呢？大哥，我知道你识人之路忠人之事，可你也不能。你还念及兄弟之情，就从中间退出来，让吉村他自己来找我。天杀的日本强盗！你小点声，慧儿都睡着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就靠日本人发财吗？怎么又开骂了？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行了吧？我不干，我也不能冲自己亲兄弟下手。你马上把我那合同找出来，我就解除合同去。真要解除啊？找去啊！德发，我可提醒你啊，你那德昌号可是到现在都没盖起来呢。青岛现在是日本人的，你得罪了日本人，你还想在青岛混吗？怎么，还想要合同吗？想要，我现在就给你拿去。德发，是不是那个天佑他又不愿意卖了？这日本人出价也太低了。哎呦，这个天佑就是死性。德发，要是做成了这笔生意，咱们能挣多少钱呀1成。才1成？不，别的1成咱认啊，这个咱不能认啊！咱帮他压低了多少价呀？你去跟吉村讲讲。最起码得1成5。讲什么讲啊？那天又不卖了。这一家人，敬酒不吃罚酒。这样吧，我亲自出马。你能说动他们？天佑不懂事儿，我就不信他娘也不懂事儿。走的路多了。总该知道个利害长短吧？
天佑不是已经答应要卖那块地了吗？哎呦，婶子，天佑那价格，日本人他不答应啊。婶子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有一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德发为了这件事情，都跟日本人拍了桌子了。这不，现在就为了钱这事儿，现在僵在这儿了。我就劝我们家德发退出来。这日本人啊，咱老百姓得罪不起，这边呢又是他亲兄弟，这闹不好啊，里外不是人。可是我们家德发呢，就是死性，他因为天佑啊，死活都不肯退。昨天晚上半夜回来，一直没睡。婶子，他说了句话，把我都给吓个半死。什么话？他说这日本人撂下硬话了，这软的要是不行，他们就要来硬的了。来硬的？怎么来硬的呀？哎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婶子，你说咱老百姓过日子，图的不就是一家老小都平安吗？这钱没了还能挣回来，这要是人没了，上哪儿挣钱去啊？你说是这个理吧？来，红志。婶子，看看这红痣，真是越看越招人喜欢。不是，大嫂子，你回去告诉德发一声，这地我们不要了。啊，行，看看还是婶子明事理。谁说不要了？哟，弟妹回来了。你看，我正想和婶子说咱两家结娃娃亲这事儿呢。这德发和天佑本来就是亲兄弟，如果再成了亲家，这亲上加亲多好啊！我们可高攀不起啊。大妈啊，你嫂子是为那片地来的，也是一番好心呢。无利不起早啊，谁知道是为了什么？嫂子，麻烦你回去跟大哥说一声，这地卖不卖，我们还得商量一下，就不用他操心了。哎呀，婶子，你看这……大妈，你嫂子这不是一番好意吗？那可得谢谢了。来，红志，跟娘进去吧。来，走。慢点啊。慢点儿。大嫂子，我们家大妈呢，年轻，说话没个分寸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儿，我不会的。就是这趟吧，我就不该来，这没皮没脸的，叫人家臊。婶子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就走了啊。看你卖不卖。穿这身儿，又骗谁去了？瞧你这孩子话说的。我今儿啊去拜见恭亲王了。婶儿啊，爹高兴，想喝酒，家里边有酒吗？没有。有，我有钱呀，给你钱上外边买酒去啊！来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知我者女儿也，我要去春和楼，与三五知己志同道合之士痛饮一番。哦，对了，我要把此等好消息告诉我外孙女。爹，别去了，慧儿她睡觉了。睡了啊？
那等我一会儿回来，给他带好吃的。哎，好，去吧。日本人滚出去了。小儿，我随便写着玩的。写得好，爹没看错。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，有其父必有其女。我华夏之所以有今日，全是小日本捣的鬼。写得好，不过秀儿啊，你这字儿啊跟狗爬似的，爹给你写几幅。哎，爹，不能写。你要是写了，被日本人知道了，可是死罪啊！哼，小日本就从来没入过你爹的法眼。哎呦，爹，您是不怕死，您这不还有闺女，还有外孙女了吗？爹，您要是真写了，可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啊，连德发都不能说啊。德发都不能说？你要说了，可就把咱俩害了。严母，哎，小白你来了。哎，你正好帮我盯一下，我出去一趟啊。上哪儿去啊？你就别管了。王满仓，过来。你跟我姐夫老是你来我往的，你们俩到底在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跟小女孩家的，你就别操心这个事儿了。嘿，你当我是担心你呀？我是担心我姐夫。他没事儿，我去看看就回来。干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。哎，德发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再去找田有谈谈。哎，德发，别去了。不去哪儿行啊？这都干什么呢？太阳这么高，怎么不干活？我没听说这块地。听说什么？这地是我的，房子还得盖，干活！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看什么？我正忙着呢。不知道是谁在咱们院墙上贴了很多的反日标语。贴什么？反日标语。老主们，为什么抓我们？死啦死啦的！你们的主人在哪里？快说！我们也不知道，是我们冤枉，我们冤枉，是啊，我们冤枉啊！哎，不是我们贴的，那标语是我们贴的，我们贴的，不能抓他们。老板会救救我们，救救我们！不是我们贴的，救救我们！我们是冤枉的，这事跟他们没关系啊。这么说，这些标语都是你贴的？也不是我贴的，我不知道谁在陷害我，我把它撕了行了吧？现在撕，晚了，带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你们！哎，老板，那标语不是我贴的。老板，我没有贴反日标语，不关我的事啊，跟我没关系。你们怎么是被杀人了？喂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回事啊？天佑，这怎么了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陷害我写反日标语。反日标语，长官，这些标语不是他写的，肯定不是他写的。我求你行行好，放了他吧！你求求你放了他好吗？不是要写的那是谁写的？我干的。满仓，是你写的。满仓，你胡说什么？不是他写的，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，我贴的。把他带走！你放了满仓，不是他干的，你把他放了呀！统统地带走！
跟他没关系啊！把他放了呀！把他放了呀！大哥，你别抓他们，那是我写的。放不出去，我们是被冤枉的，放不出去。没用，别喊了，没人理你。你说你们两个也是，这种事情一个人进来就行了嘛，干嘛三个人都进来？我刚才都说了是我，你们关你什么事情？你承认什么呀？大哥也是，我们俩都已经被抓了，你何必还……都别争了，你们俩谁都不该进来，最该进来的就是我。明摆这个事儿跟那地的事儿有关系，都怪你大哥没把这事儿给弄明白，委屈你们俩了。大哥，别这么说啊，我们是兄弟，永远都是兄弟，啊。没错，只要有兄弟在，什么都有了。有多少人